打你，正好睡觉。随着战斗爆发，金翅小鹏王以天蓬急速冲向叶凡，金色拳头打得空间塌陷。叶凡以虚空大手印迎战，两人的碰撞如同天雷炸响，山峰摇颤，能量狂暴汹涌。金翅小鹏王的金色拳头如同神火燃烧，叶凡继续以虚空大手印迎战，两人的第二次大抗衡打出了阴阳风暴，金黑两色能量滔天，山峰承受不住，崩裂下一脚，乱石穿空，巨大的石块射向四面八方。叶凡发现金翅小鹏王的肉身坚不可摧，不逊色于他。两人的战斗愈演愈烈，叶凡手捏山河大印，一座大山浮现，施展大虚空术，突兀地出现在金翅小鹏王面前，直接拍了下来。金翅小鹏王全力挡，但大山的威力惊人，将他淹埋在下面。金翅小鹏王挥出巨大的金色鹏爪，撕裂苍穹，鹏啸洞天。他徒手裂天，巨大的鹏爪撕开了大月，将之崩塌在虚空中。大月崩溃，狂暴冲天，他们脚下的山峰无声地湮灭了10几米高。叶凡催动斗战胜法，山河大印再现，巍峨山岳镇压而下。金翅小鹏王力敌，鹏爪裂空，迎接而上，再次将大月击毁。叶凡的神力永不枯竭，接连13座山河大印拍下，逼得金翅小鹏王显化出了天蓬真身。金光冲天，一只巨大的鹏鸟出现，展翅击天，粉碎6座大月，神力澎湃。神翅击天，四方云朵都被震散，无坚不摧，所过之处一切都化成飞灰。叶凡的大虚空术让他穿越虚空，来到天蓬脊背，抱着一座大月猛力砸向天蓬。黑色的魔山击在天蓬真身上，打得金翅小鹏王横飞出去。金翅小鹏王化成人形，消失在虚空中，天蓬神翅劈杀下来。他的右手化成30米长的金色利刃，斩向叶凡。叶凡被动迎击，金色拳头轰天而上，打在利刃上，发出穿金裂石之音。他被鹏爪击中后背，震飞出去数百米远。金翅小鹏王以天蓬急速攻杀，化成成百上千道虚影，不断出手轰杀叶凡的肉身。所有虚影合一，成为一道永恒不灭的真身，金光照耀天地，杀声大树如万众惊涛，不断打向叶凡。天蓬斩，神翅裂空，不断劈杀，将叶凡打飞出去数里远。叶凡将速度提升，与金翅小鹏王比起了极速，不落下风。他狂暴了，神力滔天，浑身精气澎湃，大手遮天，将天空中的云朵都震散了。遮天大手将金翅小鹏王抽飞出去，叶凡双手结印，擎遮天大日压了下去。金翅小鹏王长啸，逆天上，想要击碎黑色的天日，黑火焚天，压满天空，一下子将金翅小鹏王淹没了。火焰滔天，金翅小鹏王狼狈冲起，身上的衣服都燃烧了起来。叶凡依然不惧，手捏大日印，又一轮蓬勃的天日缓缓升起，巨大无比，压满了天空。天崩地裂，火焰卷天，两人大战在一起，激烈的大碰撞，天空都沸腾了。叶凡展开老疯子的步伐，抱着一座魔山疯狂撞了过去，砸得金翅小鹏王倒飞而去，不得不以再次展出天蓬真身。荒古圣体的肉身强横程度略高天蓬真身一筹，叶凡近乎狂暴，黑色的魔山不断压顶而下，攻杀金翅小鹏王。且黑色天日也时时挤满天空，他接出了各种印法，将这片天地打得沸腾了。火皇印、日月印、山河印、爆山印，叶凡的攻势如潮水般汹涌。叶凡运用斗战胜法，变化无穷，时而掷出魔山，时而打出天日，将金翅小鹏王彻底淹没。叶凡抱着魔山，结实地砸中了金翅小鹏王的真身，使其差点跌落高空。叶凡迅速落在金翅小鹏王的背上，继续以山河大印猛击，而金翅小鹏王则试图化为人形，摆脱叶凡的攻击。然而叶凡依然紧缚其背，金色拳头如雨点般砸下。妖族修士震惊地发现，叶凡竟然骑在了金翅小鹏王的身上。战局开始转变，叶凡逐渐压制了金翅小鹏王。叶凡的神识如利剑般冲出，斩向金翅小鹏王，使其在叶凡手中留下一件羽衣，金羽被神识碾碎。金翅小鹏王怒吼着再次扑杀过来，施展极速神变，企图以速度取胜。青衣惊呼，提醒这是天蓬急速演化出的神变领域，极为危险。但叶凡并未被封，反而后发先至，一拳击中金翅小鹏王的脸部，使其喷血。金翅小鹏王震惊于叶凡的不受束缚，果断倒退。叶凡的攻势如潮水般连绵不绝，金色大手横空，直接劈向金翅小鹏王的头颅，造成重创。金翅小鹏王身体巨震，险些坠落。叶凡的金色大巴掌再次拍击，将其扇飞。金翅小鹏王误判形势，被叶凡压着打，金色大手遮天，劈在金翅小鹏王的背上，血花四溅。下方观战的众人皆惊，叶凡竟然将金翅小鹏王击成重伤。叶凡的金色拳头如神铁般震动，发出刺耳的颤音，狂暴的神力将天空染得绚烂。金翅小鹏王被打得喷出带着金丝的血液，长啸着乱发飞扬，试图扭转劣势。金翅小鹏王神鹏展翅，右臂沉如山岳，
横扫后方，将空间压得塌陷。叶凡的金色拳头与金翅小鹏王的蓬壁相撞，发出震天的铿锵之音。两人的肉身强度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，挥动拳臂可让空间扭曲。叶凡的金色大手如大磨盘般劈盖下来，击中金翅小鹏王的半边身子，将其劈飞出去。金翅小鹏王口中喷血，金发披散，险些栽倒在虚空中。叶凡占据上风，不给金翅小鹏王扭转局势的机会，攻杀大术接连打出。金翅小鹏王试图以天蓬横翅击断金色的大手，摆脱劣势。然而叶凡的荒古圣体更猛，以力抗力，以强压强。金色的拳头机遇打穿天穹，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道。这场激烈的大碰撞如同银河垂落，撞击苍茫大地。叶凡的金色拳头仿若与天地凝结在一起，每一次打出都让高空颤抖，让远方观战的人悚然，难以估量有多么强大的力道。这样激烈的交锋在年轻一代几乎不可见，一个是荒古圣体，一个是可搏杀真龙的神鹏的后代，两尊肉身都代表了极致强度，如针尖对麦芒。他们的战斗撼人心魄，让这方天宇都在震动。叶凡神力不竭，不知疲倦，气势越来越盛，连不可一世的金翅小鹏王都心惊了。那对金色的拳头像大山在撞击，打得他在接连倒退。叶凡利用大虚空术、河山和大印等技巧，不断重击金翅小鹏王，甚至在其身上留下了血迹。金翅小鹏王在叶凡的攻击下，虽然一度陷入困境，但很快恢复并反击。他展开了天蓬极速和神变领域，试图扭转局势，但叶凡依然不落下风。金翅小鹏王的金羽化作黄金神矛，对叶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但叶凡以荒古圣体的强度，生生抗住了这些攻击，并继续向金翅小鹏王施压。最终，金翅小鹏王祭出了108000剑，每一把剑都由他的灵羽祭炼而成，形成了一片剑灵，对叶凡发起了最后的攻势。叶凡则以离火神炉应对，黑色的火焰从炉中喷涌而出，融化了金翅小鹏王的黄金神剑。金翅小鹏王损失了1000余把大剑，愤怒而痛苦的长啸。观战者对叶凡的黑色火焰感到震惊，这种火焰温度极高，让人心悸。叶凡的离火神炉悬浮头顶，释放5色琉璃光和熊熊黑火，扭曲了虚空。金翅小鹏王冷静下来，施展鹏羽再生，恢复了108000剑，每一剑都铮铮作响，剑鸣动天，展现出天蓬族杀生大术的恐怖。金翅小鹏王发动万剑齐动，上万把大剑震动，剑气刺目，洞穿虚空，形成恐怖的剑网。叶凡催动离火神炉，释放黑色火焰，试图烧毁这些剑。金翅小鹏王再次补充剑灵，展现出鹏羽再生的能力。屠飞震惊，青衣和颜如玉讨论战局，认为金翅小鹏王的再生能力也有代价，长时间下去可能吃不消。108000剑齐动，斩破苍穹，将叶凡淹没。叶凡以离火神炉开道，杀向金翅小鹏王。黑色大火肆虐，冲向大剑，108000剑齐振，无尽杀意聚成一道耸立云霄的巨大神剑，长达1000丈的大剑力劈下来，叶凡被劈飞，荒古圣体受到冲击。叶凡催动离火神炉，火烧十方，席卷向108000大剑。金翅小鹏王的黄金神剑避过大火，两人对峙。金翅小鹏王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杀生大术被对方克制，对方的黑焰对他的鹏羽剑威胁甚大。突然，金翅小鹏王手中多了一把漆黑的兵器，大荒戟散发出惨烈的煞气。这把兵器是老鹏王的魔兵，虽然被封印，但仍让人毛骨悚然。屠飞认为这场战斗不公平，金翅小鹏王手持妖族巨擘的兵器。金翅小鹏王表示大荒戟被封印，没有大荒之威。颜如玉点头，确认大荒戟被封印了。老鹏王不会让金翅小鹏王过早依赖魔兵。金翅小鹏王持大荒戟而立，与108000大剑的剑气冲霄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出狂野的杀性。叶凡祭出自己的鼎，古朴自然，无杀气，给人以道法自然的感觉。鼎中的玄黄垂落，将叶凡护得严严实实，仿佛与大道相融。与叶凡的鼎激烈对决，叶凡凭借荒古圣体和鼎的力量，抵御金翅小鹏王的猛烈攻势。战斗中，金翅小鹏王的108000剑齐发，叶凡以鼎和青莲虚影抵挡。金翅小鹏王攻势如潮，叶凡逐渐占据上风，最终以鼎镇压对手，使金翅小鹏王败退，显露真身。叶凡乘胜追击，立于金翅小鹏王真身上，继续攻击，展现出荒古圣体的不凡实力。叶凡凭借大鼎和青莲防护，击伤金翅小鹏王。金翅小鹏王使用天蓬搏龙术反击，但叶凡的荒古圣体压制了其意向。叶凡连续攻击，打断金翅小鹏王多根骨头，但未下杀手。战斗结束，金翅小鹏王重伤，叶凡展示了荒古圣体的强大，但也暴露了其无法进入4级秘境的局限。众人对叶凡的实力感到敬畏，但也为其未来的局限感到遗憾。